足足一盏茶功夫后，韩立才伸出一根手指往手臂肌肤上戳了一下，然后才将手臂放下。虽然吃的苦头不小，但这冥王诀的断体真的是有独到之处，远比我知道的其他几种断体之法要强得太多。仅仅这点修炼时间，我都已经感觉到身体的惊人变化。随后韩立再静坐一会儿，就直接起身出了密室，缓缓向地火大殿而去。前些日子他在精炼那些材料的时候，结合韦姓老者给其讲的炼器手法，终于参悟出了一种新的炼器技巧。于是他将原本炼制完大半，只差最后就可完工的精化妖丹飞针，在最近每日里正午时分，借助地火之力重新进行一番淬炼，好让其威力更上一层楼。韩立快接近大殿时，突然从大门方向传来一阵熙攘之声。韩立闻听此声，不禁一阵望了过去，只见大门方向有一群人走来，约有8、9人之多，在前门边引路，赫然是炼器殿另外3名弟子全都在此。而跟在后边则是数名年轻的男女修士，为首一名16、17岁的少女，一身翠绿宫装，姿容秀丽，气质不凡，但目光闪动间满是好奇之色。这些人的修为相对其年纪来说全都不弱，大都是炼气期8、9层的样子。那名宫装女子更是炼气期10层的修为，在这些人中是修为最高之人。韩立目光扫过去之后，立刻看出来，这些进入炼气殿的男女肯定是身份大不简单，几乎每个人腰间的储物袋都是鼓鼓囊囊，有2、3人甚至还挂有专用的零售袋，而一旁的炼气殿3人则满是陪笑之色，一副小心的奉承模样，生怕得罪了哪一人的样子。韩立目光闪动一下，当即回身就要故作不知的先步入地火大殿中，他可不想多出什么事端来。但偏偏这时3名炼气殿弟子中修为最深，对他敌意也最大的一名姓高的弟子，一眼看见韩立的背影后，竟突然冲他大声嚷道：韩师弟，你过来一下，绿袖郡主要炼制一件法器，有些材料必须经过特殊精炼才行，师弟正好协助一下完成，这可是4观主亲自吩咐下来的任务，不容耽搁的。郡主。韩立一听此言微微一惊，再一听是4观主的命令，更加的意外，脚步一顿之下，他只好重新转过身来。在此待了这么长时间，韩立倒也对此黄清观的高阶修士有了大概的了解。此观名义上共有4位观主，全都是结丹期的修为，观中却还有一个天清院，据说居住着黄清观唯一一名元婴期修士。而这4观主虽然进阶结丹期最晚，但据说修炼的功法极为特殊，神通反而是4人中最大的一位，在整个南郡都赫赫有名。当日白鹿书院的那位鲁大先生一闻其名，也不禁为之色变。只是这几位观主都身份非比寻常，韩立到现在还没有机会见上哪一位。既然是4观主的命令，弟子自然会尽心协助。你能精炼材料，修为未免太低了些吧？郡主这一次要提炼的可是非常罕见的血银丝，要是将材料弄坏了，你担当得起吗？这些男女青年同样打量了韩立一眼，一见韩立修为才炼气期3、4层，当即大都面露轻蔑之色。其中一名一身缎蓝锦袍的男子更是不客气地说道，那名应该是秀竹郡主的宫装少女则只是抿嘴冷笑，但目光闪动间显然同样有些怀疑。血银丝的确是很少见的材料，在下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提炼成功，要不几位另请高明如何？韩立面上丝毫也不动怒，反而是微笑着说道。一听韩立这话，这几人倒是一怔，一时不知该如何接口。哼，不是说此地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炼器师吗？为何不让他们出手给郡主提炼材啊？另一名面容英俊的男子终于回过神来，有些不满。韦师伯现在正在忙着炼制一件重宝，已经闭关数日，
恐怕无法出来替郡主提炼材料。帮我提炼材料，只要片刻功夫就可。几位师兄就不能帮忙请韦老出来一下吗？再说，我即使在王府中，也久闻韦大师的大名了，正亲眼想一见呢。那名绿衣女子细声细气，一副大家闺秀的恬静模样，让那几名炼气殿的弟子听了大有受宠若惊之感。韩立却眉梢不经意地动了一下，此女看似客气异常，眼中一抹狡黠之色一闪即逝，但又怎能逃出他的注意？当即韩立心中冷笑一声，只是默然不语。而那三人却被此女的几句软言细语给迷糊得不知轻重，其中一人受诱惑之下，竟还真答应去通禀韦姓老者一声。韩立不禁叹了口气，他没记错的话，好像这次韦姓老者闭关前可是跟他们说的明明白白，除非真有重大之事，否则绝不可打扰他和两位帮手在地下密室中炼制的工作。如今仅为提炼材料的事情就去触及此老的眉头，这通禀之人不倒大霉才怪。果然那名弟子硬着头皮走进地火殿中，仅是片刻功夫就一脸灰土之色地跑了出来。郡主，韦师伯现在真的无法分身，还是让韩师弟试一试吧。这男子一回到众人面前，勉强一笑。黄金观的炼气殿这般大名声，三位就不能替郡主精炼材料吗？这话说的却是这群男女修士中除了绿袖郡主外另一名年轻女子。此女年纪稍大一些，姿色只是中上，但是嘴角边却有一颗美人痣，平添了几分的风情。不瞒明珠小姐，若是炼制普通材料，我三人自可出手炼制，但像血银丝这样的珍稀材料，只有经过韦师专门传授材料精炼之法的韩师弟懂得如何炼制。我三人主要学的是如何炼制一些常用的法器。这可有点麻烦了，我等几人是随着玉夫人来此的，无法在此久待的，但错过了这一次机会，还不知道何时才能找到会提炼血丝银的炼器师。看来还真要麻烦这位师兄相帮了。好，只要郡主愿意冒险，韩某自当尽力。没关系，师兄尽管精炼就是，若是真的炼制不成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只能说绿袖机缘未到而已，以后再寻一些就是了。见少女都将话说到了这种地步，韩立点了点头，不过看了看身前的一大堆人后，他又眉头微皱。在下提炼材料可无法让这么多人一起观看，否则分心之下，恐怕成功几率不大。没关系，到时候只要能让我一人在旁即可了，其他人可以先自行在外面候着，或者让这三位师兄带着参观一下炼气殿其他的地方。那郡主听了此话也不在意，那些跟着此女一起来的人虽然有些不情愿，但也没有说出反对的言语。于是韩立也不再多说废话，当即在前面带路，直奔地火殿而去。其余之人则在少女的目光下不得不留在原地。地火殿作为炼气殿最重要的建筑，面积虽然不算非常大，只有100余丈之广的样子，但却分为上中下3层。上层是堆放材料的地方，中层是接通地火、提炼材料、炼制低阶灵气之地，而下层却已深入地下20-30丈，专门是用来借助地火池中的那一缕地火之精，用来炼高阶气灵之地。韩立平常提炼材料的密室就在中层的一间密室中，带着这位绿袖郡主，韩立不慌不忙地走进了此间密室。密室中显得有些杂乱，他自顾自地收拾了起来。这就是师兄精炼物品之地。少女好奇地打量着不大的密室中的一切，特别对密室中间的那一口大鼎及四周分布的8个葫芦模样的法器有感兴趣，似乎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提炼法器的场所。怎么，郡主以前都没有炼制过法器？我从小就跟玉姨修炼功法，哪有时间去学炼器之道，平常只是在府中修炼罢了。府中修炼？
难道王府是修建在灵脉之上？咦，师兄原来并不知道我的真正身份，不会真把我当成什么大晋哪家王爷的郡主吧？啊，在下一向孤陋寡闻，并不是太清楚郡主的真正身份。孤陋寡闻？这太好了，我倒也不用再端什么郡主架子。其实那位大晋皇上，我根本就没见过一面，也只是和皇族有那么一点点渊源。先前一直都是跟师父在山中的洞府中修行的，可从未去过什么王府。不是皇族。韩丽脸上有些愕然，不知是对少女的突变而大吃一惊，还是被其所说的内容大感意外。怎么，被吓了一跳？其实这个郡主封号倒也不假，可是当今皇上亲自封下的。要不是出来前御医一定要我不能丢什么皇族脸面，我才懒得这般束手束脚的装扮下去呢。结果路上又被这些家伙缠上了，更不得整日慢慢腾腾的说话，实在是无趣的很。现在这里就只有韩师兄一人，总算能自在放松一下了。师兄不会这么不知趣，出去后胡言乱语吧？一切随郡主的便吧，我只当什么都没有看见。不过令祖应该不是一般之人吧？大晋四大散修，你可听说过吗？我祖父就是其中一人。四大散修？在下就算是孤陋寡闻，又怎么会没有听说过？原来郡主是高人之后，在下真是失敬。这身份可一点都不比你的郡主身份差，想必以后一定是前途无量。韩立闻听此言，脸色微变，心中也有些吃惊。这四大散修他当初可从曹梦荣口中听说过，其中既有元婴后期，也有元婴中期，但个个神通了得，远非一般的元婴修士可比。是吗？几乎每个人知道我祖父名头的人都这般对我的，想必应该不假吧？少女倒也毫不客气地接受了韩立的恭维。韩立摸了摸鼻子，觉得有些头痛，当即不再理会少女，两手一掐诀，几道法诀打出，击在了大鼎上。顿时此鼎一阵嗡鸣，当即红光缭绕，缓缓浮起。少女毫不掩饰自己的好奇，瞪着一对漆黑宝石般的美目，望着韩立的举动，眼也不眨一下。你把材料拿出来吧。给你。先给你说好了，在外面说的话可不算数啊，那只是当着其他人面说客气的话而已。师兄若真是练坏了我好不容易找来的银血丝，你可一定要赔我的。少女眨了眨眼睛，竟如此轻笑，然后一翻玉手，从腰间储物袋中掏出了一块拳头大小的东西，直接扔了过来。银灿灿的，仿佛普通的银矿石，但其中夹杂着无数道血痕般的银丝。看着手中的矿石，再听到少女嬉笑着说出这样的言语，韩立心中只能翻了翻白眼。这种稀罕的材料，别说是炼气期弟子，就是筑基期修士也不见得能弄到一块。他要真是一位炼气期修士，能赔得起才怪了。当即韩立也不多说话，手一扬，竟手中之物扔进了鼎中，又往鼎中投进了其他几种辅助材料，然后就盘膝坐在了地上。一张符箓往身上一拍，一层淡蓝色的光照从身上浮现而出，口中也传出咒语声来。结果地上的8个葫芦状法器同时灵光大放，接着葫芦口红芒闪动，突然喷出8道赤红光柱出来，正好射到巨鼎下半部。顿时一股炙热气息弥漫了整间密室。